开始了熊野古道的徒步，耶 ！Go！ 世界唯二的朝圣之路——日本熊野古道，值得专程打飞的过来体验吗？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知道。我走过被浓雾吞没的山路，淋过突如其来的暴雨，在神社前沉默祈愿，也曾在山腰的那一刻差点要放弃，但也泡过最治愈的山中温泉，在阳光下与朋友笑着走完最后一段路。大家好，我是 Holly， 今天分享的是熊野古道的省力精华版。如果你最近想要去熊野古道，希望这支影片会对你有所帮助。熊野古道这条拥有1000年历史的朝圣之路，一共有6大主要路线。那么初次前来该怎么选择最合适的路线呢？我推荐的是中边路的精华路段，3天2夜的行程，包括最经典的15公里的徒步，以及被称为最美路段的发现门王子到本宫大社。路线导航方面，我推荐使用日本本土的 Yamap 和国内的2步路2款 APP， 2个的定位都非常准确，不仅能够防止迷路，还能记录完整的徒步路迹。记得提前下载好熊野古道附近的巴士时刻表，因为这一带的 Google Map 有时候不太准。第一天我们要搭巴士去中边路的起始点同靠王子，这里的巴士不能刷西瓜卡，要在上车的时候拿到一张整理券，下车的时候再用现金付钱。记得提前准备好零钱哦，不然司机不好找零。到达起点之后呢，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可以买到盖章的压印本，100日元1本。走熊野古道还有个小乐趣，那就是盖章。每经过一个神社或者是王子纪念点，就能找到一个盖章台，一路收集下来，既有纪念意义，又特别有仪式感。现在就让我们踏上熊野古道吧。等一下，其实我没有看那个地图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走这。进来之后发现走错了，再来一次。在神社的左边才是这一个起始点。这条路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高强度的攀升，但是基本上这里的路主要是树根还有石板的一个结合。你好犀利啊你！红伞山，这不就是红伞山吗？白边边，吃了睡板板，好白痴哦我们。不是，这是云南的那种吃蘑菇的一个安全防范之歌，大家不要乱摘路边的蘑菇，不然吃了会很麻烦。现在终于走到平地了，真的是超级累。第一段就是一直攀升，这条路太好走了吧？哇，这不是枫叶吗？好累呢。熊野古道上有许多枫叶林，层层叠叠的绿叶在阳光下闪着微光。可以想象啊，等到秋天的时候，这片林子一定会被养成一整片绚烂的红，那时候一定也更美。对啊，超可爱。我们才走了1.5公里，从靠王子，然后这里有个高原熊神社，可爱你看这个，好可爱，那个熊。我们下来一个马路，好好啊，它一直有这个指示，都不怕迷路哦。我在这里看到白色的彼岸花，哎，好漂亮！就是在日本的文化里面，彼岸花是开在阴间跟阳间之间，所以呢，有彼岸花的地方就是说明这里有通往阴间的路。大概到中午的时候呀，我们就到达了这个高原熊野神社。这个神社是熊野古道最古老的神社之一，这里以巨大的樟树为特色。那这里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给点，这里有一个有洗手间，然后有自动贩卖机，可以在这边休息。然后我们就遇到了来迎接我们的原住民，一只超可爱的小猫咪，它超肥，然后它还非常黏人，给我们这一趟非常艰苦的攀升旅程多了很多乐趣。这个补给点有个超棒的观景台，能够俯瞰整片连绵的山。这里的山不高也不陡，更像是一座座柔和的小山丘，深浅不同的绿交织在一起，真的很像一幅画。然后我们还在这里遇到不少旅人，大家聊着各自的旅程，那种分享和共鸣的感觉，我想大概是旅行最迷人的地方吧。现在休息够了，准备去进入王子，还有600米的攀升，紧张，加油！
过了高原熊神社，一路都是这种缓坡石子路，但是石子很滑，好担心摔倒。终于走完一段攀升了，车到这，来盖个章。我们现在在大门王子，来盖这个章，耶！嘟，自配音效，后期加。哇，这个印尼还是我自己带过来的，非常有先见之明。所以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要盖章的话，记得要自己买一个迷你的小印尼，非常合适，那个是方形的，刚刚好。现在下午起雾了，有一种山间迷雾的感觉，走进了一个未知的仙境，好特别的体验哦！今天真的是一整天经历了晴天、阴天、雨天，还有大雾天。这里应该是这一段路的山顶了，后面没有攀升了。然后现在这里的空气超清新，对，然后我感觉我现在洗了个肺，路超级滑，好痛。我们现在来到石杖王子，好像叫 Jujo Oji。我没有盖过，前面都你们帮我盖。你先对多印点，使劲。使劲吗？对，然后对，然后压的时候也使劲。好，压着不动，然后使劲。对。哎呀，你不逼我干，你不逼我干。不知道第一个朋友是谁？不管的那一本就是我的啦，你们不要的吧？我不在意这个。离开石杖王子的压印处之后，山间突然间起了浓雾，还下起了小雨。虽然我们都带了雨衣，但是20多度的气温下，穿着雨衣爬山将会太闷热了。所以呢，雨伞加防雨鞋将会是更好的选择。随着空气越发的潮湿，森林里也突然变得生动起来。明明周围是没有水源的，却能看见蟾蜍在爬上树，螃蟹在树根间横行。山间的雨时停时下，趁着雨停的时间，我们加快了下山的脚步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才终于走到了牛马童子的补给点。在这个牛马童子下面，我们决定过马路，然后在这边采买补给一些东西，然后这里还可以上厕所。我们决定走这个大马路去进入王子，虽然看起来很危险，但没有其他选择了。坦白讲，这条路还是挺让人觉得可怕的。其实我们已经尽力的沿着路肩走，可是车子还是开很快，贴得还蛮近。Love you， God， 好可怕！车子又开那么快，又声音那么大，为什么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终于，我们走到了进入王子，而且我们还在超市关门之前到达了超市，采买了当天的一些物资跟第二天的一些补给，一定要在6点钟之前到哦。这是我们住的民宿，很不错，而且它超便宜，它是整个村里面最便宜的。餐厅都刚好，就是这些，还有拉面，泡面，超好吃的这个泡面，这个是啊，这个那要不然先进一个。好啦，熊野古道第一天的行程就分享到这边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会再更新第2天的行程。我真的觉得这3天真的很辛苦，我真的觉得我快要死掉。